再从哈尔滨坐火车来鹤岗市的火车上，我就在各大的网站、各大视频平台上搜索鹤岗，出来的搜索结果呢，我的一个感受就是，鹤岗已经不单是一座城市了，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形容词啊。比如啊，中国95个城市房价鹤岗化，房价跌成白菜价，可见鹤岗呢，它成了一个房价很低的城市的一个代名词啊。其他热门的搜索结果还有啊，中国房价最低的城市1万块钱一套房，我把家里200万的房子卖了，花5万块钱在鹤岗买了房，花2万块钱在鹤岗买房，躺平有多爽，有多幸福？房单价破1000元，大量年轻人涌入买房，5万块钱在鹤岗买了一套2居室，生活品质直线上升啊！福建版鹤岗，广西版鹤岗。这些文章或者视频啊，有的呢是相对中肯的一些观察，有的则是为了获得流量，用力很猛的一些标题啊。这一次鹤岗之旅啊，我准备花数天的时间，深入的观察鹤岗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从物价、房价、交通、住宿、生活环境等等，去发现一个更加真实的鹤岗啊。然后从更客观的、更平时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真实的鹤岗是什么样的。在影片开始前，咱们先简单了解一下鹤岗。在2019年，彼时全国房价突飞猛进，买一套房是无数年轻人想都不敢想的梦想，动辄几十几百万的房价，是多数人掏空6个钱包，背负30年的房贷，每个月工资一大半用来还房贷才能拥有的港湾。所以当2019年浙江青年花5万块钱在鹤岗买了一套房，并将经历发布到了网上，该文章一夜爆火，而其身后位于黑龙江东南边的与俄罗斯接壤的鹤岗市一举成名天下知。鹤岗是一座因煤矿而起的资源型城市，近年来资源枯竭，煤矿关停，就业骤减，人口大量外流，于是出现了房屋供大于求的局面，这是鹤岗低房价的底层逻辑。鹤岗是东北很多城市，特别是资源型工业城市发展的缩影。阿树之所以来到鹤岗，不单是为了摸底鹤岗的房价和吃喝住行条件，更是为了观察东北老工业城市的命运轨迹。阿树在东北拍了3集影片，每集约40到50分钟，此集为第1集。对于想来东北旅居、隐居、买房的人，以及想了解东北边缘城市的生活条件和方方面面的人，如果你能看完这3集影片，一定能拓宽你的视野，对你接下来的选择有所帮助。给大家看一下我在鹤岗住的房间啊，这里离火车站大概500米左右。顺带提一下，本集影片出现的所有钱的单位都是指人民币。这是1楼啊，外面就能看到街景啊。这里有一个电视，有一个路由器，一个桌子、椅子，墙上有衣架，公共卫生间的。这个房间的话，在网上订是37块钱，然后我测了一下这里的 WiFi， 还挺不错的。这应该是我第一次感受鹤岗的物价，你们觉得是不是挺实惠的？这地也是挺干净的啊，你看床也是挺干净的。想在这边买个小房子，如果想找个工作的话，好不好找？工作看你文凭了，咱们这嘎达工厂啥的企业少，能找到吗？那倒是，那工资不高，3000多块钱，除非什么下矿的挣多，现在矿还不正经的。现在就是说不是说不正规，现在就是没正常，就不开矿是吧？开，但是现在不是正常出煤的小井少啊，就是不景气呗啊。征南煤化工了，那几个厂子，还有那个焦炭了，那个基本工资都是3-4千块钱。就是下矿也才3-4千块钱一个月。不是下矿，不是下矿，下趟最低的得5-6千呢。那个上面老查严谨啊。这个采煤不是国家批准的吗？批准，头几年火，现在他妈的这是发电呢，是用煤量少了咋回事？外国煤便宜嘛，俄罗斯煤可便宜了啊，所以说
所以这边国家就不太给过多的开采了，是吧？对，要求煤量不弄大了，缺，现在他妈不缺了。以前找工作下去矿的可随便那家伙，你找就能干，有的是缺人的。现在他妈不缺人。以前好的时候就是要求多，这家伙又他妈的查你有没有病啥的，岁数啥也控制。以前他妈你是个人你就去干活。反正就是正常，身体正常就值钱呢。那他妈出事了死了，给个10万8万的。那他妈出事3、400万、4、500万，完还不让出事，出事就停你矿了。这就是找事儿。比如说以前好的时候下矿1个月能有多少收入呢？1万左右，有的干2班挣2万。好，谢谢。Hello, my friends. Today is Sunday, and I take a taxi and ask the driver to take me to Hegan's biggest morning market. So later, let's explore the market. 哟，这小狗。相机啊？给它照个相啊？对。它多大了呀？9年了。9年了啊。它是不是冻得在发抖啊？下地，敢照个相吗？照个相。过来，宝宝。鉴于片长原因，我将探索鹤岗最大早市老基街早市的影片放于明天发布。逛鹤岗早市是观察这座房价最低城市的物价和生活水平的最佳窗口。如果你对鹤岗的物价、生活水平、人文风情感兴趣，不要错过哦。刚才逛早市的时候，我问其中一名摊主，我说我想看一看鹤岗卖几万块钱的房子怎么去联系呢？他说你们看呀，这个顶楼上不是都贴了很多的那个卖房的联系电话号码吗？我一抬头一看，哇，确实啊，就好多那些高楼层的玻璃上都贴了一个广告啊，就是卖房电话联系啊。你看这里直接写着不是卖房是卖楼啊。接下来我尝试打几个电话，咱们去实地看一看这些在售卖的低价房啊。看一下小区楼下的主要的一个商业业态啊，按摩院、足疗。这小区感觉老人居多。我刚打了个电话，我先看一下房啊。这个业主呢在珠海，我估计是这边的老人已经去到广东那边去过冬了，因为这边还挺冷的。然后了解了一下他家的楼房在7楼，然后价格呢，稍等我再介绍啊。然后他的一个暖气费1年要交1000多块钱吧，1100左右。水的话是1.5块1方，然后电费是6毛9一度电。咱们先去看一下，他姐在上面。这是小区的一个墙上的广告牌，主要就是卖房。低价卖楼，低价卖房。这是我要去看的鹤岗第1间房子的小区了，在7楼，咱们开始爬楼吧。它是有这个门禁的，这是1楼，2楼，好多的，这些是暖气管吗？不懂啊。4楼，5楼，感觉是有人住的哈，年轻人还好，稍微年老一点的爬了7楼还是挺辛苦的。6楼，他7楼直接做了一个铁门啊，房东说已经跟他姐打过招呼了，所以我直接开就好了。哎，你好，我已经到7楼了，方便您联系一下里面的人开上门吗？哎，你好。哎，你好。啊，可以看一下里面吗？啊，行，看看。这里是进来的一个客厅，客厅对面就是厨房，这里是厨房。在这里暖气费1年要多少钱呀？1年1400块钱呢。哦。交去。然后有一个房间，
嗯，就是有一个卧室是吧？ 2个小屋，一个小屋，一个。这是大的卧室哈。对，这是大屋。嗯。然后小屋在哪呢？小屋孩子在屋睡觉。哦，在睡觉哈。卫生间啊。卫生间。它这里。不漏水啊。哎。但是这墙都感觉裂了哈。就这样，你看看，就这种情况。那抖音上就瞎扯。就抖音上说的是比较夸张的哈。对。现实中没有那么便宜。你看看，你看几个你就知道了。这个地段它是地方好，你看后边就找事儿。它的地点好，他这还花10来万买的呢。是哪一年买的？哎呀，买那有10来年了。嗯。他也搁那个哪儿呢？搁广东呢。他在珠海。对，珠海，那个搁那边买的房子。搬到珠海搬10来年了，走10来年了。我上班没时间，孩子搁这边上学。要不能搁这住吗？孩子上学近呢。所以我猜对了，因为我看这个手机的来电地址是珠海，所以我就猜到了，大概这个业主已经搬到珠海，但我没想到10多年前就已经去珠海买房，就是在那边定居了。房价是5万块钱，我觉得应该还是能谈一谈的，大概能3万5到4万之间，或许能拿下。刚才看的房子呢，就在这片楼的一个7楼啊。刚才那个房子呢，因为它地段比较好嘛，咱们也能看到它就是在早市的一个边上，在这个市区还挺好的地段的，所以它能卖到5万块钱。那么在鹤岗有没有更便宜的房子呢？我相信是有的，那就在它的稍微城市外沿一点的这些老旧小区的顶楼上啊，咱们继续去看一下。我发现啊，这一片小区的1楼啊，不少的一个铺面就是一些足疗呀、拔罐呀、按摩，感觉是为主要服务人口基数较多的中老年人啊。在鹤岗呢，有人想要低价买房，自然呢就会有这些商人啊想以更低的价格收房，然后再出售这样子。在这里哪里能买到便宜的房子呢？多少钱买？就有2万块钱左右的。往前走1公里之外是，1公里外有。那边有。那边有，一直往前走是吧？那里的房子为什么能卖这么便宜？没人住。那些人去哪了？走了。离市中心远，不方便。好，谢谢你啊。你在这住啊？对。你家房子卖不卖？多少钱？10万。10万，几楼呀？60平。咱们顺着刚才那位师傅说的话，往城市外沿一点的地方的小区去看一看。这小区的一个单元门口啊，好多贴着现金收房的广告，足疗养生。在鹤岗，我感觉没有一根电线杆能够逃过这些广告，卖楼广告、卖房广告。现在这一根电线杆直接标明了价格，然后62平米的话是7万块钱带装修的，它的楼层在5楼啊。然后像这个5楼的话，57平米，它价格3.5万。现金收房。我身后呢是鹤矿的总医院啊。不愧是一座因煤矿而起的城市啊！然后我前面是鹤岗的儿童乐园啊，我看了一下，鹤岗的公园好像还不少，比如说像这个天水湖公园、鹤岗国家矿山公园，还有人民公园、五指山公园、鹤岗市儿童公园、北大岭博洋公园。这都是在市区比较近的公园，如果说它周边20-30公里的那种公园就更多了。看一下，这是鹤岗的儿童公园，摩天轮，这是跳楼机吗？
而且这个公园是免费进入的，还挺好的，挺漂亮的哈。这公园旋转飞马，公园里面6湾的居民。你这上坎肩呢？是上坎肩的吧？完了，不上坎肩不早就不行了。这海盗船嘛，都生锈了。啊，这都生锈了，也好多。笑我们都想上养老院是吧？你看不是想上了，有没有选择呀？小孩子照顾不过来。对呀。啊。也不想给孩子负担是吧？不想给人孩子增加负担，那走不了了，不能自理了，就再说呗。能自由的时候还自由活动。好，再见啊。我家小区的房子可能没有2、3万。是煤矿相关的单位吗？我是林业局的。林业局的啊。对。好。就6楼。我们家小区那个楼，你看这个7万，这是58平，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他这房子多，他别的地方不说还有。好的，谢谢姐啊。你要去看去，就最远大家院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家小区挺好的，是新楼，都不几年儿，还可以讲。他说要3万5，你还可以讲，说2万5交现钱或者是咋地的。你觉得他3万5贴的话，2万块钱能到吗？第一是57平啊？3万吧，差不多。3万啊。3万左右，你再跟他讲讲，他没准有的像着急卖的。为什么这个新小区那么便宜呢？它这不是顶楼吗？它顶楼都卖的便宜，这个小区里的房子也有，也有60多平，3、4万、4、5万的也有。就像贴这种房条，你就瞅瞅。好的。打电话问。好，谢谢姐啊。再跟他讲讲。达远小区啊，6楼的话57平3.5万，5楼的话58平7万，3楼73平10万，2楼、3楼是最贵的。刚才带我走了一路那名大姐啊，然后很热心啊，她就从儿童公园出来，他们一帮人，我就听到他们说，我们这帮人以后都得进养老院，意思就是他们的小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啊，可能照顾他们照顾不过来。我刚进到小区来就看到了顶楼那里写着卖楼啊，咱们打电话联系一下。我又打另外一个，是6楼是吧？现在还在卖。方便看房吗？这个小区可以说只要你抬头，你就能看到卖房的一个联系电话。这是我打的第3个电话了，前面2个都要么不在家，要么打不通。我看到您家的一个卖房的广告是吗？68平啊，5楼是毛坯8万5是吧？68平的毛坯5楼8万块钱，我说最低6万5能不能买得到？他说买不到，然后就挂了电话。我在打前面那个6楼的电话。请问您家的房子还在吗？6楼的61.66平方6楼10万块钱。好了，我以为顶楼没那么贵呢。你装修花了不少钱，好吧，我再看看其他的，谢谢啊。所以昨天我交谈了一名大姐，她说你买了房以后不要轻易装修，因为你装修以后你卖出去注定是要赔本的。这蓝天白云的，这小区的一个楼房还挺多的，主要卖的就是顶楼啊，还有5楼。你像2、3楼很少见卖房的。咱们来看一下这楼间距啊，大概有40、50米吧。这采光也不错，我是比较喜欢低楼层的，那些10楼以上的我都不太考虑。就是您家的房还在吗？3楼10万，你是中介所以这个10万不包括中介费是吗？中介费3000。我看您这里有卖楼，您是中介还是业主呀？72点多平米，毛坯6万，最多能优惠几千块钱。现在能看房吗？刚打电话。现在咱们去看一个房子，还在6楼啊。这一次带我们看房的是业主，不是中介啊。价格呢最少是5万5啊，因为我说5万的话他就要挂电话了，所以我感觉应该是底价了。这个特别暖和，因为已经开始供热了。然后呢，
交房的时候就是带这种门的。这里可以理解成客厅，然后这个是主卧，坐北朝南的。这里是卫生间。我们楼下邻居他们一般的卫生间是可以往外扩的。哪里往外扩？啊。可以把两墙打掉。待会儿吧，再看好不好？我现在已经在看了哈，啊。这个地方一般做什么呢？储物吗？对呀、那边一般都是阳台，那是厨房的地方。哦。就这个稍微窄一点。窄一点。这边有走可以去掉一部分。这个是阳气接上就能用了哈。对，这个搭个台儿就可以上煤气，就可以上燃气灶。像这边水电是多少钱呢？电是6毛多的。对，民用电。从厨房往外看就能看到北山公园，这南北通透，采光性也不错。那下面有一些这个健身的设施啊。您是这个小区最北边的一个楼盘啊，一个楼房啊。对，我下面这个邻居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半儿，这卫生间他们就是可以扩大，看你自己风格。刚才看那套房子的话，大概是5万5到6万这样子一个价格，如果买下来的话，还要加过户费，可能1000多块钱。然后呢，它这里的物业费的话，每年是200-300块钱这样子。水电的话，也就是民用的水电价格，电的话大概6毛多一度电，水的话1块5一方。啊，小区是带门禁的。刚才看那套房呢，已经基本处于城市最外沿的地带了。然后呢，我现在又往北边再走了大概几百米啊。再看一下这个小区，这里顶楼也好几个卖房的电话。你好，所以您家的房还在吗？5楼啊，有多少平米呢？77点几啊。价格呢？车库和房子一起卖25万，不要车库呢？16万哦。啊，我还以为这个高楼层的会比较便宜，几万块钱呢。哦，已经装修好了。啊，都是用好的家具装修的婚房。那您装修了为什么不住呢？哦，调到佳木斯了。从航拍里面我们能看到啊，鹤岗的主要的一些楼房呢，主要就是6、7层的一些比较低中楼层的一个楼房啊，而像那种10几、20层的那种商品住宅楼才会有电梯，而像这种6层、7层、8层的楼房呢，基本是没有电梯的。我打了好几个电话，然后联系到2套房子吧，都是在72平米左右啊，价格都是16、17万，然后都是带这个精装修的，比如说都是在4层、5层、6层这个楼层啊。一问说为什么装修好了要卖出去，说有的说是因为岁数大了，然后不想住那么高的楼层爬楼，有一些说是工作调动，15、16万带精装修的。你们觉得这个房价怎么样呢？喂，你好，你的房子出租是吗？啊，多少平米呀？71平米，有几个房间？2个卧室，1个客厅啊。多少钱一个月？1个月1000块钱。像别的小区的卖房广告都贴到这个小区来了啊。咱们可以看到光荣小区6楼55平3万块钱，然后51平6万块钱。学区房啊，42尾4楼46平4万，5楼52平11.5万。北苑明珠70多平，超低价啊！这里还买1送1的哈。6楼毛坯2户，可打通，每户3.5万，包过户。这种一看就是中介的哈，他既卖房又收房，超低价3.5万。1梯3户，72平毛坯2室1厅，1梯3户3.5万。
那些带精装修的通常10多万啊。从这里路过的时候，我看到村里面主要是老年人啊，才发现这里是一个康养老院、养老院，所以一些民居吧，它就是改造成了养老院。这里是鹤岗城市记忆博物馆，然后在前面有一些便民信息栏啊，招聘，然后这边是租卖房屋的，这里招聘客服的，然后招聘这个营业员呢，我看了一下薪资都是2000块钱到4000块钱之间，咱们就按小的算就对了。这个是网红的火锅店啊，它的收入还不错，服务员4500到5000。里面是一个便民服务站，变了一个市民打牌的地方，还挺有意思。鹤岗是因为低房价而出名的，那么这一座城市有没有贵的房子呢？那么如果它贵的房子，它能有多贵呢？我身后就是据说是鹤岗是最贵的一个楼盘，我们进去探访一下它的一个贵的房子有多贵，又有怎样一个居住的条件。这个楼盘叫永丰啊，我刚才看了一下，停在这个楼盘的车有奔驰、永丰山水国际鹤岗高品质住宅小区的代表，跟对面很多的一个塔吊吧，新的楼盘。咱们进售楼中心看一下，这就是永丰国际或建好的或正在建的一些楼房啊。窗可真大。样板间，入户门啊，感觉还挺高级的是吧？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区还挺大的，前面是一些高楼层啊，不同的楼层都有。4530家，13号有了146的，那个是4430家。我看了一下，这里的户型最小的面积是102平方米，最大的户型是173平方米。然后3室2厅2卫，然后102平方米的话是2室2厅1卫。这个8号楼还有2楼跟5楼是还有房源啊。对，别的这都是太大了，100多、167、200多平。客厅、卧室、卫生间、厨房。然后呢，我刚进到这个楼盘里面，售楼的一个小姐就告诉我，她家是整个鹤岗最贵的一个楼盘，应该这是属实了哈。据这个售楼的公证员说，他家的这个容积率是2.1吧，然后绿化率是30%多，好像是。我身后就是全国房价最低的城市里面卖的最贵的一个房子啊，一套房子100多万。这里是鹤岗最贵的楼盘啊，叫永丰国际。这里是永丰国际的1期啊，200多平的话呢，5000多米1平米就卖100多万一套房子，已经卖完了。然后呢，2期呢今年也要交房，3期是后年交房，我这是从航拍里看到的。然后像2期它的一个房价是5280元啊，然后如果你一次性交完全款的话，它可以优惠200块钱1平米，也就是1平米的话5080元每平米，60多万能买一套120多平米的房子。然后它的3期会更便宜，但是位置会更偏远一点，在那个方向，也就塔吊在施工的地方。它的价格是4280元每平米啊，然后40多万能买下一套房子，所以很多人觉得鹤岗的房子便宜，其实你要看地段的，它的一个有的楼盘并不便宜啊。咱们在国内房价最低的城市里，最贵的楼盘前面的街道吃个午餐啊，看看它的物价怎么样，有什么吃的，快餐、拌饭。
把子肉刀削面12元。3.5元。加了个煎蛋，原来是薄薄一片，2块钱。这根火腿肠1块5。东北电影制片厂电影广场。鹤岗的公交车无人售票，然后票价是1元。跟一些本地人打听了一下，如果要找1、2万、2、3万的房子的话，要去到鹤岗的最南边的一个地方。首先坐公交车要横跨整个鹤岗的市区，然后约10公里到达叫0公里的一个地方。接下来这一段对话是阿树和一名兼职出租车司机的对话。这一名出租车司机也是一名在公家煤矿单位的工人。穷，俄罗斯那边比咱这还穷，比鹤岗还穷。鹤岗穷吗？你说富吗？我感觉高楼大厦挺多的。对啊，人均消费低啊。人均消费低。对，楼房便宜，几万块钱买户楼。几万块钱买户楼？对，装修完的。哦，为啥这么便宜呢？人口流失太严重。人口流失？对。100万的人口现在能剩40万。净流失了60万。我的天！就是这几个月，小矿，鹤岗不是以煤炭产业吗？煤炭是有大矿有小矿。小矿现在不让采。就这个小矿不让采，就这几个月已经走了将近10万人了，10多万人了。就是来这儿挣钱的，因为上小矿上班，1个月最少都能开到1万、1万2，1个月能挣1万2。那属于高薪了。对啊。我的天，就这几个月就流失了10多万人。这小矿为什么不让开了呢？国家政策，这咱也不知道啊。像我们是大矿，大矿就是没有这一说。大矿始终在上班。你是大矿的？对。你是兼职做这个出租车哈？市人民医院，到了，开门请当心，注意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下车请注意安全。老年优待卡扫码成功，老年免费卡，请下车的乘客提前做好准备。
终点站光宇小区到了。来到了3号线的终点站，叫光宇小区。我是从鹤岗的城区的，基本上是最北边的自然之家，然后坐车大概40分钟吧，来到了鹤岗市区的基本最南边啊。然后直线距离大概是10公里左右。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据说这边的房价可能比今天上午看的那些要便宜1倍。可能是鹤岗最便宜的一个地段了，这个是本地人告诉我的。这里的楼房有7层，楼下也是养生馆之类的。哦，看到了顶楼上的一个卖房的电话号码，咱们打过去看一下。哎，你好，现在房子还在吗？是6楼对吧？啊，现在您在家吗？哦，那您家是有多少平米呀？65点多，10多年前买的时候要7万块钱。那你现在想卖多少呢？没想过吗？现在2、3万呗。话音都没落，他就挂了电话了。哎，你好，哦，两室一厅，哦，多少钱呢？8、9万。哦，您上海南了，然后它已经空了2、3年了。哦，0公里 A 区啊，78平，南北通透，然后简装拎包住换，12.5万可小易啊。你好。啊，你好。哦。77.54，2室1厅，4楼。哦，没有电梯啊，价格呢？9万，装修了。哦。就是那个以前的老式装修。那你为什么不住了呢？房子多住不过来呀，搁那住的了，住着给孩子留着结婚给孩子用，孩子那个什么，临时这就不要了，又有一套房子，就这个房子多余了，空了2年多。你想多少钱买啊？那你再去问问去吧。我这个房子就我这个户型，你去看看去。哎呀，那可好了，我方厅卧室都是明厅，我都前2年他们给我10万我都没卖，我现在孩子决定不要了，我现在这是决定卖。我就寻思我不愿意经管他，我就9万块钱你自己改房本，我啥也不管了。8万5我都不卖。啊，好嘞，好嘞。我也铺地了，铺的瓷砖，你是墙砖，厨房大理石都整了。我就感觉我打听了1天啊，都没有问到那种1、2万或者2、3万的房子啊，最便宜也要3、4万这样子。难道是网上的这些资讯是危言耸听、夸张了，还是说我这个渠道没对，没找对合适的地方啊？我再打几个电话问一下。78平9万5是带装修的吗？带装修的，面包能住。哦。大飘窗。我是中介，我是卖房的。哦，你是卖房的。3000是吗？对，3000。最便宜的2万多块钱，2万9。哦，那行啊，我想看一下2万9的那一套房子。卖房卖楼，现金收房。大陆南7楼75平，简装3.5万。你看这里还有一个7楼66平，毛坯2.2万。5楼60平4.8万。4楼63平5.5万，包过户。3楼毛坯47平3.7万。3楼63平5.8万。要跟这个中介碰面，他说在一个超市门口，我现在找超市。这墙上到处是卖房的广告。哎，到了，叫金广超市。这一套房子有多少年了呀？大概是15、16年吧。它空了多久了呢？人家一直住着人呢。还住着人呢？视频啊。对，楼下健身器材。楼下健身器材啊。
哦，好的。在6楼哈。对。现在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呀？就是说他们多大岁数的人？大概是60左右。哦。所以就不想住那么高的楼层了。对。他们已经买了1楼的房了啊，还挺吃力的。它漏水吗？顶楼的话？不漏。已经把它隔成了，冬天隔冷，夏天隔热。里面没人啊？没人，亲爱的。哎呦，挺开阔的，能开灯。就进来一个客厅。对，客厅。左边、右边各一个卧室。这是小卧。这缝纫机不带啊。这大卧。我看今天看的一些房子，它是通阳气的，接上那个管道就能用了。对，有。这些老房子没有是吧？这个没有。这卫生间。有冰箱。然后有一个玄关，这里有个冰箱。买的时候要。买前7、8万的吧。买了10几年了。10多年了呗。现在要。他自己又装修的，这都打的隔层，原来这举架老高的3米多。这个房间是2万9加3000块钱中介费，总共3万2，就是所有的费用了。对，包括你的名下，然后你保证鹤岗没有房。鹤岗有房的话会有什么影响呢？就影响过。税点会多。3万2就是过到你名下，财产归我的，保证你这屋啥费不欠。然后拎包就能入住。对。坦白说，刚才那个房子对我吸引力挺大的，谁能想到3万块钱，3万2就能买到一个可以拎包入住的房子了，而且可以说南北通透啊！因为我已经习惯了那种买房是以几十万、上百万来做这个计量的一个概念了，突然之间一套这种还挺不错的房子啊，比我过去租的很多房子都要好的一个叫2室1厅嘛。真的有点心动啊！它6楼其实说高也不算那么高。3楼63平毛坯5.8万，你看这些毛坯都要5.8万呢，63平已装修6.8万。这个金广超市就是刚才看的房间，大概出来200米的一个商超啊，所以这里购物啊、消费还是挺方便的，就买菜做饭之类的。莲藕3.48元一斤啊，地瓜1.78元一斤，木耳31.8元一斤，油豆角4.98元一斤，茄子2.68元一斤，西兰花3.48，麻椒3.98，尖椒3.98。看一下这个鸡胸肉7.99元一斤啊，感受一下这些价格。肘子11.9元一斤啊，前槽肉7.99元一斤，冰瘦肉14元一斤。金五花肉16.9元一斤，肉馅6.9元一斤，青椒2.98元一斤，香梨是雪花梨2.98元一斤，皇冠梨3.98元一斤，
油梨3.48元一斤，糖心苹果2.98元一斤。500克的鸡蛋挂面2块钱，爱媛橙子4.98元一斤，丑橘3.98元一斤，大葱2.98元一斤，芹菜3.98元一斤，蒜苔4.98元一斤，菠菜3.98元一斤，韭菜3.98元一斤，西红柿4.98元一斤，黄瓜4.98元一斤。精品葡萄肉1.98元一斤，黄冠梨3.98元一斤。刚才那位中介告诉我，这里交通方便，这里有3号线跟22号线通过。这一条主街道啊，上面有两边有不少的一个商铺，消费的地方，药店还有熟食店、商店、牛肉板面。板面小碗8元，大碗9元，正卤蛋，牛杂板面13元，牛肉板面16元。这个地方离刚才看的房间大概是400米左右。这里就是这一片地方，这片小区的叫主干道吧。这里是快递的，还有盒饭的。刘阿姨炸串，炸串是鹤岗的一个特色小吃啊，我还没尝。好多本地人推荐我，如果说要吃鹤岗的地道特色美食，那就是炸串、小串、鹤岗小串。这里有个西医内科、零食店、鲜果店、中国移动，然后理发店、超市，对面又是各种吃的餐厅啊，冷面馆、牛骨火锅、麻辣涮串、烧烤。我要坐3号线回去了，怕等一下没有末班车了。哦，这应该属于是这一片区域的中心地段了吧？对面有个公厕，然后这里有一排的餐厅饭店，这有个大药店。超市蛋糕。哦，这里可以说是你要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的消费的话，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像简单的就医啊，也是可以的。这里是3号线的终点站，叫关于小区，所以交通方不方便咱们可见一斑。这才11月1号啊，像4点半左右，鹤岗的天就快黑完了。那12月、1月那天黑得更早。请扶好站稳，注意安全。这个一份14哈，对，小盘7块，小盘7块，对，给你来个小盘的，然后这个是14块钱啊，这个7块，这个5块，这个2块。好，朋友们开饭了，我最爱吃的油麦菜。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全部内容，很高兴你能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拍的还不错，不要忘了帮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哦，这对我是很大的帮助。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